小伙伴们，早上好，中午好，晚上好！没想到呀，没想到，曾经在华风光无限的保时捷迎来了滑铁卢。前段时间，保时捷经销商集体逼宫的事情闹得沸沸扬扬。大概情况是因为车卖不动，保时捷中国为了完成任务，选择向经销商压库，但亏本卖车的经销商不愿意承担巨大的资金压力。部分保时捷经销商以停止提车为筹码，要求德国总部给予补贴，并且更换高管。这简直是让人大跌眼镜。保时捷作为中产阶级身份的象征，向来都是高溢价不愁卖的豪华品牌代表。谁能想到卖不动、车价跳水这种惨淡的词汇，居然也能用在保时捷的身上？这期视频咱们就来唠唠，保时捷的光环咋就突然消失了？考虑到你我都买不起保时捷，无法体会保时捷的难处，咱们用数据来说话。作为大众集团旗下最会赚钱的子品牌，保时捷在过去是不愁卖的品牌。从2015年开始，中国就连续8年成为保时捷全球最大单一市场。巅峰时期，保时捷全球超过1/3的车都销往了中国。而且有趣的是，保时捷特别受中国小姐姐欢迎。他们的财报曾公开拿 Macan 举例，中国车主的年龄主要在20岁到55岁之间，平均年龄比欧美客户要年轻20岁，其中有61%是女性车主。但是这一切从2022年戛然而止。迈入2022年后，销量同比下滑 2.5%， 是保时捷入华以来的首次下滑。那一年，保时捷可下得不轻，招股书上 China 一词出现了246次，相比之下，第二大市场 North America 只出现了68次。然而，如此重视也没啥用。2023年，保时捷全球销量增长 3%， 中国市场却进一步下滑 15%。再到现在的2024年一季度，保时捷中国销量止不住的同比暴跌约 25%。车卖不动，价格肯定就要跳水。放在以前，保时捷提车都要等几个月，还得必须接受选配带来的变相高额加价。但现在，据腾讯汽车远光灯栏目的采访，全国保时捷门店对 Taycan 开始提供20至30万元的优惠，甚至有的能优惠近40个点。相比之下，之前买 Taycan 送小米SU7的段子真不算开玩笑。另外，保时捷销量主力的 Macan 也在疯狂降价，目前优惠在15至20个点左右，裸车价44万左右起售，选配完大概60个落地。以前加价也买不到的保时捷，在短短的2年间成为了降价也卖不出去的鸡肋。保时捷卖不动，问题出在哪儿？其实，在豪华和超豪华品牌里，保时捷的崩盘并不孤独。以乘联会2024年前4个月的数据为例，超豪华品牌在华销量均出现大幅下滑。宾利、劳斯莱斯、法拉利、兰博基尼、阿斯顿马丁、迈凯伦的跌幅都是2位数，而2021年他们的销量还是增长为主。同样的，主流豪华品牌的日子也不好过。比如，从前在中国市场混得风生水起的 BBA， 今年一季度宝马、奔驰中国区销量分别为 18.75 万辆和 17.66 万辆，同比分别下滑 3.8% 和 10.4%。尽管奥迪销量是上涨的，但前提是奥迪太弱，去年同期本就销量拉胯，今年以价换量才支棱起来。总之，一切数据都表明，传统豪华品牌在华危机感正逐步加深。对此，网上分了2个观点来讨论。一是大环境下消费降级导致，这个观点咱没办法判断对错，因为我们根本就没有任何事实性依据来证明，只能说消费降级有一点因素，但肯定不是主因。因为问题的关键在于国产豪华品牌的销量在稳步攀升。比如今年4月豪华品牌汽车的上险量数据显示，前10名中国产新能源已经占据了4个，它们分别是理想、问界、蔚来和腾势。当然看到这儿肯定会有小伙伴们抬杠，就这算哪门子的豪华品牌？事实上，除了蔚来，其他3个的销售均价都在35万以上。你要是觉得35万以上的车还不算豪华，那我只能说，富哥请微我50看看实力。还有人会说，这和保时捷也没得关系呀，不是一个段位的。OK， 众所周知，Macan 销量占据保时捷的半壁江山， Macan 的落地价目前是60多万，其实和某些国产新能源不相上下了。没错，以问界 M9 为例，一台均价超50万的车已经多次拿下这个价位的销冠了。事实也证明，Macan 的销量也在急剧减少。2022年 Macan 同比下滑 36.4%， 2023年再下滑 34.7%。类似的还有718下滑了 14.8%。另外，作为对比，100万级的仰望 U8 去年10月下旬开始交付，截至今年5月初，其累计销量已达6475辆，月均销量1079辆。这部分消费者难道是买不起保时捷吗？不，只是他们不想而已。
传统豪华品牌销量下滑的主要原因还是在于他们无法快速适应中国市场的快速变化。要知道，中国是目前新能源车发展最先进的国家。2024年4月上半月，中国新能源汽车零售渗透率达到了 50.39%， 创历史新高。你不得不承认，买新能源已经成为潮流。这种潮流带来的是舆论氛围和民众意识的改变。尤其是国内对电车这种铺天盖地的宣传下，汽车行业渐渐地有向手机行业发展的趋势。油车企业如果不能在舆论阵地站住脚的话，马上就会变成手机里那种大金壳子镶着钻石的功能机。举个简单的例子，以前大老板从兜里掏出个大金壳子镶钻功能机，大家会认为你有钱。现在你掏个微图出来，只会在背地里嘲笑你是个土鳖，与时代脱节的老古董。一旦这种舆论氛围形成了，传统豪华汽车品牌的光环就会褪去。回到保时捷身上，有个段子怎么说来着？那天在小区门口看到一辆绿蓝色的跑车，以为见到小米苏7了，十分兴奋想凑近看看，结果发现是辆保时捷，扫兴而归。这是旁观者对二者的观念看法，如果放在消费者身上，对比会更加强烈。因为新能源汽车轻而易举地破了燃油车的性能神话，买保时捷、保时米之间的差异无非是品牌差异。比如马看在燃油车时代，操控和性能确实够强，但面对现在一堆国产30至50万的新能源，马看已经全面落后。性能不行，智驾不行，空间不行，社交属性不行。再比如保时捷此前唯一的纯电车 Taycan， 各种数据和实测对比和苏7也不相上下。啥都不行，那为什么要买呢？更何况还有个经济大环境不太行的背景，花的那么多钱就为了一个保时捷标。哦对了，保时捷标如果想要个彩色的话，还要花钱选配呢。其实保时捷知道自己的问题，前段时间上市了几款新电车，其中就包括寄予厚望的纯电 Macan 4和 Taycan 4。单就硬件看，纯电 Macan 4的表现并不亮眼，虽然是双电机4驱，但总功率只有300千瓦，0至100千米每小时仅为 5.2 秒，其动力水平甚至不如很多国产电车。如果你想要更强的动力体验，那要入手 Macan Turbo 才行。它的最大功率为470千瓦，0至100千米每小时加速为 3.3 秒。但关键是他们的 WLTP 纯电续航里程也才500出头，和大部分国产电车相比并不占优势。至于智驾方面，不但没优势，还要花钱选装。哪怕是最基础的全速自适应巡航、倒车车侧预警、并线辅助、车道居中保持等，纯电Macan都要加钱。其实花钱选装长期以来都是保时捷的品牌特色，燃油车时代大家认可度高，也没啥意见。可如今纯电Macan连可开启全景天窗、多层隔音玻璃、前排座椅通风按摩等一系列国产电车标配的东西都要选装，实在是拿消费者当大冤种。所以总体来看，纯电Macan明面上的实力并没有太多优势，或许只有其引以为傲的操控才上得了台面了。最后看了这期视频，不要觉得保时捷就不行了，它现在不行的地方在于主销走量车型被针对。保时捷的底蕴，比如911这类真正的高端和限量车型依旧吃香。要我说，未来的保时捷应该学习下路虎、大揽胜，精准拿捏土豪，发现极光之类的疯狂打骨折，把灵魂车型给稳住，守住那些有情怀的忠实粉丝，保持住品牌调性，然后走量车型给出足够的诚意，价格该降就降，选配该送就送，别那么傲娇。看看隔壁的 BBA 多识趣，尤其是宝马，老古董一样的 i3 和 iX3， 只要愿意打骨折，销量不也还可以？毕竟赚钱嘛，真的不寒碜。说来大家可能不信，造小电驴遥遥领先的爱玛准备造车了，而且新车很快就要上市。当然，爱玛自己不会造车，而是拉上了2个小伙伴一起干，其中一个是吉利，另一个是知豆。吉利大家都很熟悉，但知豆估计有小伙伴就不怎么了解了。别看现在魏小李等新势力混得风生水起，其实论造车新势力的前辈，知豆才是元老。人家早在2006年就开始造新能源汽车了，曾一度风光无限。只不过在新能源的黎明到来之前，悄无声息的嘎了。这不，现在新能源蒸蒸日上，但凡有点实力的资本都想插一脚。知豆这个曾经的元老级新势力就被爱玛给看上了，联合吉利准备满血复活，大干一场。综合网络信息，知豆的新车取名为彩虹，将引入吉利和爱玛的供应链，借用爱玛的渠道销售，大概2季度内就会上市。所以本期视频咱们就来聊聊知豆的故事，何以破产，又何以被吉利和爱玛这2个大佬一起看上，
未来又有怎样的前景？知豆的故事要从一位名叫鲍文光的男人说起。鲍文光，浙江人，早年是浙江模具厂里的一个小学徒。1997年成为厂里的技术副厂长。2000年，他下海创业，造电动自行车的零部件。在那个小电驴野蛮生长的年代，鲍文光赚得盆满钵满。他所创办的新大洋机电集团集小电驴模具、速件、无刷电机及控制器的研发制造为一体，一度占据20%的市场份额。用他自己的话说，比博士牛多了。然而这并没有让他满足，他想2次创业，干票大的。那么问题来了，干什么呢？他在小电驴零部件方面所向披靡，理论上直接下场和爱玛、雅迪们竞争更合适。但他看不上2轮，而是把目光瞄准了4轮，也就是如今的新能源汽车。2006年，知豆成立了。注意时间点，2006年新能源汽车在国内还处于萌芽期。2007年，相关部门才先后发布《新能源汽车生产准入规则》和产业结构调整目录2007年版。强如比亚迪也是在2008年才发布的插混 F3DM。在这种绝大多数人还不清楚新能源为何物的年代，知豆就成了元老级的新势力。而鲍文光给知豆的定位则是造微型车，主打微出行、城市上下班代步。OK， 万事俱备，开始造车。对汽车啥也不懂的鲍文光一开始的思路是直接拿燃油车改装，比如买 QQ 或者奥拓的模具，再进电机和电池。但经过一番探索，以及清华大学汽车学院教授陈全士给的忠告，电动汽车不能在传统汽车上改造，二者从设计中心上就全然不同。鲍文光决定放弃油改电，转而正向自研。2007年，他动用超能力拉来了已经退休的菲亚特南京公司的副总裁阿尔弗雷多·巴茨。2008年，再次动用超能力，请到江苏大学汽车学院的院长周孔抗教授加入，为还在手工搓车的团队引入专业检车设备和仿真软件。2009年，他又三顾茅庐，把前面提到的陈全士教授请来做顾问。大家估计不清楚陈全士教授的地位，咱这么说吧，他在90年就被时任总理钦定为中国电动汽车专家，中国第一版电动汽车标准的起草者也是他。及其3位汽车行业大佬后，鲍文光的造车事业走向了正轨。2013年，知豆首批电动汽车终于打磨好了。但车造好了，鲍文光却蒙圈了。他忘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造车需要资质，没资质不能在国内上市。一时半会儿搞不定资质的鲍文光就干脆换了个思路，选择把车出口到欧洲。2013年，知豆电动汽车通过了欧盟 E-Mark 等标准认证，开始出口欧洲，首批销售1000多辆。紧接着，鲍文光开始申请国内造车资质。然而难，非常难，名不见经传的知豆根本搞不定。那怎么办呢？当然是和其他新势力一样，找个代工厂就完事儿了。2014年，知豆和众泰敲定合作，借用众泰的资质，成功在国内上市了首款车型众泰知豆。这款车非常迷你，整体看着很粗糙，和老头乐类似，续航120公里，售价10.88万起。就这怎么看怎么割韭菜的东西，当年也卖了近万台。原因无他，就是没啥竞争对手，比老头乐强点，至少算个车。不过很快又一件让鲍文光没想到的事情发生了。坊间传闻，众泰看知豆这玩意儿卖10万块都有人买，就发挥皮尺泰的技能，偷学了知豆的全套技术和图纸，然后直接踢掉知豆，自己干。仅仅不到1年的时间，众泰和知豆决裂分手。2014年底，鲍文光只好重新寻找代工厂，很幸运的被吉利看中，吉利趁机入股，拿走45%的股份，成为大股东。借用吉利的平台和资源，知豆的小车有了质的飞跃，还在兰州成立了自己的生产工厂，接连诞生了知豆第一和第二2款重磅车型。数据显示，2015年知豆销量2.53万辆，2016年销量2.4万辆，2017年销量4.3万辆。3年卖出近10万辆汽车的知豆，估值一度达到80亿元，甚至在2017年，知豆第2跻身全球新能源汽车销售榜的第6位，彼时的比亚迪看了都自愧不如。值得一提的是，2017年吉利主动降低股份比例，成为了2股东，顺势帮助知豆获得了独立造车资质。彼时的知豆正值车声巅峰。然而意外总是会突然到来，到了2018年，知豆的销量就急速下滑，仅卖出1.53万辆，2019年销量再砍至几千辆，沦落到破产边缘。让知豆大起大落的根本原因要从新能源汽车补贴政策说起。2015年，新能源汽车补贴政策要求双80，
即续时里程80公里和最高时速80公里以上就能获得。知豆第一、第二车型正好卡线满足补贴要求。2016年，新能源汽车补贴标准由双80提升为双100，知豆的新车 D2S 又把时速提升到100，不多不少，争取最大限度的拿到了补贴。2018年标准再次调整，续航越长补贴越多，续航150公里以内不再享受任何补贴。这下完犊子了，小知豆没有超150公里续航的新车，所以2018年知豆没了补贴，消费者又不可能按照补贴前的指导价买，就无人问津了。而说到补贴的利润，对车企来说简直是暴利。当年一款售价 4.68 万元的知豆 D2， 指导价高达15至18万，这就意味着一台相当于老头乐的小车，车企卖掉一台就能获得高达10万元左右的补贴，搁现在都能买一台798的秦了。但是知豆 D2 它真的配得上15万的指导价吗？显然它不配，这完全就是在薅补贴的羊毛。2017年9月，一份法院判决书也让知豆骗补问题进入了公众视野。判决书显示，2015年底，兰州知豆一笔总价约8341万元的车辆订单中，地方政府补贴达到4124万元。此外，知豆公司还可以得到4.5万元每辆的国家补贴。也就是说，知豆每销售一辆车，来自地方政府和国家的补贴就已经超过了车辆售价的50%。另外，压倒知豆的除了补贴下降，还有补贴的未到账。新能源汽车前3年的补贴不是立马到账的，拨款要延后几年。对知豆来说，2017年之前的补贴一直不到位，2018年之后零补贴，销量断崖，双重压力，让知豆一下子举步维艰，资金链断裂。到了2018年8月，知豆基本处于半停产状态。随后，知豆的经营情况进一步恶化，先后陷入了裁员、欠薪、欠款、诉讼等风波中，行业上下游多家企业广受波及。故事看到这里，解答大家几个疑问：一是知豆为什么在补贴要求变高的时候没能继续推出可拿补贴的长续航新车？答案很简单，知豆没那个能力。续航越长代表车子要造得越大，知豆是微型车玩家，几款车和老头乐基本无疑，说难听点就是工业垃圾，根本没实力也没技术去进入主流汽车市场。更何况在18年的时候，知豆因为大肆扩展新建厂区，融资不顺利，补贴未到账等原因，欠下了不少资金，已经无力继续开发新车型。还有小伙伴会问，吉利当初不是入股了吗？为啥没出手相救？吉利刚开始确实是知豆大股东，但在2016年就出售了一部分股份，退居2线，并公告将继续卖出剩余股份。当时外界媒体大多宣扬吉利和知豆分手，时任吉利 CEO 兼总裁的安聪慧也对此回应，表示吉利与知豆只是合资关系，但吉利自身有个称为蓝色吉利的新能源战略计划，知豆作为合资伙伴并不在战略内，吉利要集中精力做自己的品牌，把其余新能源业务剥离出去。至于当初为何没有其他投资人去接盘知豆，原因也显而易见。2018年正是国产新能源爆发的前夜，补贴政策即将落幕，造车新势力一个又一个诞生，基本都在往中高端路线走，知豆的定位并不符合时代背景。更何况彼时的知豆负债将近20亿，还深陷骗补风波，想必也没有资本敢接手这么一个烫手山芋。最后一个问题，知豆想过自救吗？当然，知豆虽然欠下了一屁股债，但创始人鲍文光背后还有一家实力强大的新大洋机电集团，只要创始人肯输血，知豆还有可能续命的。事实上，2019年年初，知豆就打算转型，准备在南京建立新的生产基地，开发轿车和 SUV 等新能源车型。但很遗憾，归根结底，轿车和 SUV 不是知豆擅长的，再加上当时的新能源市场已经风起云涌，强弩之末的知豆根本来不及完成转型。所以自2019年之后，知豆彻底凉了，资金链断裂，股权被拍卖，进入破产重整阶段。OK， 咱们继续。阔别5年，到今天的2024年，知豆的破产重整终于结束了。新的金主爸爸是熟悉的吉利，以及意想不到的爱玛。吉利如今混得风生水起，手握多个新能源品牌，小到 Smart， 大到极客，卖的都很火，已然成为国产车企中的大佬级玩家。但现实需求来看，如今的吉利没理由再去开发一个曾经被放弃且名声不好的知豆。合理怀疑，推进知豆重整的不是吉利，而是新入局的爱玛。至于原因，个人观点给大家分析下。在新能源风口越来越盛的今天，但凡有点实力的玩家都想入场。爱玛创始人张健其实早就想造新能源汽车了，2016年投资了浙江今日阳光，可是苦于没有乘用车资质，只能生产老头乐到下沉市场。
知豆虽然烂透了，但人家实实在在拥有令人羡慕的造车资质，并且是双资质。另外，爱玛造车选择知豆还有个合理的地方，2轮小电驴和4轮微型新能源有着相似的定位，消费人群是重合的。如果在爱玛店里卖知豆，无疑能够提高爱玛的销售渠道利用率，增强爱玛竞争力。可是对于造车，爱玛也是个新手，特别是造微型新能源，售价低，利润很薄，必须把控好供应链，否则一不小心就亏损。吉利作为车企头号玩家，供应链玩得炉火纯青，重新加入到知豆的复活赛中，无疑能更好的提高胜率。OK， 最后灵魂提问，爱玛和吉利能让知豆重回巅峰吗？个人观点，概率很大。知豆本身就有资质和生产工厂，只要爱玛及时书写，吉利帮助搞定供应链，车子很快就能造出来。这是吉利自己的微型新能源熊猫 mini， 这是知豆复活后的新车彩虹。两车对比一下，就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很明显，吉利已经把熊猫 mini 的全套生产资料给了知豆，无需大力研发新车。车造出来后就要卖。根据网传的消息，知豆彩虹是放在爱玛的渠道销售的，爱玛在全国经销商超2000家，加盟门店2.5万个左右。就凭这强大的渠道，只要营销到位，很难卖不出去。毕竟知豆后续的营销肯定会打出吉利和爱玛2张牌的。就凭这2位金主的影响力，不愁消费者认可度。更何况爱玛那细到乡镇的门店，把知豆摆在乡镇大街上吆喝着叫卖都不成问题。咱们再设想一个场景，某3、4线城市的爱玛经销商门店里来了一位宝妈，准备花几千块钱购买一台小电驴代步。这时宝妈看到了店里摆在 C 位的知豆小车车，可可爱爱的外观一下就戳中了心巴。销售一顿忽悠，什么吉利和爱玛合作的品牌比小电驴跑得远，可以遮风挡雨，关键只要小几万块钱，用买小电驴的钱做个首付就能拿下。就这怎能不心动？前段时间极越开除小米苏7车主员工的事情，大家都听说过吧？事情的起因是有位极越员工发帖，声称自己因为购买小米苏7被极越开除了。随后极越汽车官方表示，开除原因是这位员工在工作时间用个人身份为竞品进行全社交媒体营销，并存在旷工问题。大白话解释就是拿着极越的工资在工作时间为小米苏7做宣传。这事儿谁对谁错咱不好评价，但经过几轮曝光后，极越这个默默无闻的新势力品牌倒是突然有了不少流量。那么问题来了，极越到底是个啥品牌，在新势力里处于什么地位？为了照顾没耐心的小伙伴，先说结论。极越的前身是极度汽车，后改名为极越，目前属于百度和吉利合作品牌，吉利负责制造，百度负责灵魂。至于为啥他俩搞到了一起，咱从百度聊起。2009年，谷歌率先开始研究自动驾驶，作为竞争对手，百度听闻后也在2013年开启了自动驾驶计划。百度的底气来源于百度地图，因为理论上商业化的自动驾驶离不开能够帮助车辆准确识别道路信息的高精地图。彼时论市场份额，百度地图 35.5% 高居第一，遥遥领先高德近 10% 的身位。因此百度从地图入手，转入自动驾驶研发，顺理成章。事实也证明，百度的自动驾驶核心技术如高精度地图、定位、感知、智能决策与控制4大模块都来自百度地图。但自动驾驶是何其的难，百度绝对可以称得上是孤勇者。从2013年开始，自动驾驶的投入逐渐成为百度的重要支出。2013年当年就投入41.07亿，在全球范围内挖人才、砸技术。随后投入每年都在增加，尤其是百度迎来陆棋时代后，阿波罗诞生。陆棋称要将阿波罗打造成无人驾驶界的安卓。此后每年的研发投入就不低于100亿，最近这几年更是每年砸进去超200亿。那么百度上千亿的投入都干了啥？其实百度主要做的不是自动驾驶，而是以 L4 形式测试的 Robotaxi 无人驾驶。百度的重金很大一部分都投入到这里了。但是受限于相关法律法规，无人驾驶很难真正商用，只能小范围试跑。但不得不承认，百度在无人驾驶方面积累的经验和取得的成绩，目前在国内应该是遥遥领先，全球范围内恐怕也只有大洋彼岸的威猛方可一战。所以百度就很尴尬，跨域式的路线砸了重金没办法商用，那多年来的努力岂不是就打水漂了？然后百度就开辟了另一条路线，简单来说就是先做 L2+，为其他车企提供自动驾驶解决方案，尽快回血。
2017年左右，百度开始找车企，让自己的阿波罗落地商用。本田、广汽、长城、北汽、蔚来、威马等均有合作，但亲儿子还得是大聪明威马。百度从2017年就多次投资威马，甚至还与威马签下协议，警告威马不允许研发自动驾驶，必须使用百度的阿波罗。随后2018年搭载了百度 L2 级别辅助驾驶的威马 EX5 上市，并在2019年成为新势力销冠。但意外的是，当魏小李纷纷强势起来后，威马逐渐凉凉。寄托了双方希望的限定场景下 L4 级无人驾驶技术车型威马 W6 也延迟上市。眼看威马不争气，百度决定换个队友。然而换队友不是个简单的事，对方愿不愿意不说，也不好被自己掌控。于是百度决定亲自造车。但问题又来了，造车需要资质，百度没有，得找个车企代工。大概从2020年底开始，百度就开始频繁物色合作伙伴，广汽、一汽等都有接触，可惜均未谈拢。最终吉利挺身而出，双方共同成立新势力品牌极度。其中李彦宏一方持股 54.73%， 李书福那边持股 40.55%， 董事会成员也以百度为主。总体来看，对于极度，百度的话语权更大。具体到双方的合作内容，百度负责输出人工智能、阿波罗自动驾驶、小度车载、百度地图等核心技术，吉利则基于自身的纯电动架构 SEA 浩瀚架构，负责整车集成和生产制造。得益于吉利的帮助，百度造车进度很快，1年半的时间，极度概念车 Robo01 亮相。李彦宏自信地表示，就自动驾驶技术而言，极度将领先特斯拉一代。然而，就当李彦宏准备把车量产的时候，一个天大的意外难倒了他。2022年初，工信部出台新能源汽车生产新政，要求委托企业和代工企业都必须有资质，即双资质才能生产。但极度并没有资质，无法让吉利代工。几个月后，极度汽车发生工商变更，吉利突然退出了双方的合资公司，并且公司名字也改成了上海密航汽车有限公司。外界纷纷猜测，难道吉利不干了？百度造车梦破碎了？2022年8月，转机出现。原来不是吉利不干了，而是让吉利变成主导方，以此获得资质。双方重新成立了杭州吉宇悦汽车科技有限公司，新品牌叫做吉悦。吉利方持股 65%， 百度方持股 35%。2023年10月27日，双方合作的首款车型，也是百度造出的第一款车吉悦01正式上市，定位中大型智能纯电 SUV。吉悦01及此前的极度 Robo01， 车辆造型、品牌标志均没有任何变化。关于这台车，亮点当然是百度赋能的智驾和智能座舱。智驾方面，百度玩了10年，但并没有采用之前坚持的高精地图方案，也没有激光雷达，而是学习特斯拉做纯视觉方案。具体表现怎样，咱不是汽车测评 UP， 在此不做评价。再看智能座舱方面，其实主流新势力做的都差不多。吉悦01的特别之处是把文心一言大模型搞车里了，比常规的语音助手更聪明、更流畅，还能陪人聊天、在线答疑等等。至于3电和底盘操控方面，有吉利在，虽称不上顶级，但也不差，只能说平均水平。总的来说，百度的第一台车中规中矩，智能化是大亮点。但遗憾的是，消费者不买账。上市之后，没有傲人的大定数据，也没有空前的热度，市场反馈惨不忍睹。仅仅坚持了1个月，吉悦01就不得不全系价格下调3万。然而降价也没用，至今半年过去了，吉悦01的月销量仅仅几百台。目前总销量也就2300台左右，还不如隔壁理想、问界单款车1周的销量。问题出在哪儿？吉悦 CEO 夏一平在3月底的一场媒体沟通会上亲自承认，错在了营销上。夏一平解释道，作为一个新的品牌、新的品类产品，当一个用户进入吉悦门店，思考的第一个问题不是我要买车，而是这是什么品牌的时候，这就需要我们解决问题了。这方面说的确实有道理。吉悦这个品牌从成立到新车发布也就1年多一点点的时间，更何况还没有啥前期宣传，根本没多少人知道。但把错全怪在营销上，显然不合适。个人认为，吉悦01第一个错就错在价格上。比如起售价24.99万的车型，没有800微平台，智驾是残血版的，电池是磷酸铁锂的，续航只有550公里。当然，想要更好的体验，可以花钱解锁。比如加4.5万元可以选装长续航3元锂电池，再比如满血版的智驾可以花4.99万元买断，或者以980元每月的价格订阅。其实智驾这块是最搞笑的，一个大力宣传智驾的车，智驾竟然是阉割的，简直离谱。
所以上市第1个月，极越01就扑街了。后面反应过来的时候，极越01大降3万块，选装的电池包也降到1万块，满血版智驾直接送1年体验。但即使这样，在2024年的当下也没啥竞争力。更何况满血版智驾是送1年，又不是送终身，以后还是要花钱买。对百度有多热爱的人才会如此支持？同样的价位，小米苏7不香吗？极氪007不香吗？其次，极越还错在了选错卖点。极越一直以来宣传的是智能化这一核心卖点，并给自己贴上汽车机器人的标签。但问题是，智能化在消费者选购的诸多因素里只是锦上添花，不算决定性因素，质量和性能才是主要推动力。哪怕是以智驾为卖点的问界，也是更多宣传智驾和安全相关的实际痛点。相反，极越就很少有这方面的营销。总之，极越的错大体上就是价格和营销的错。想要改变，只能从这2方面下手。价格上，前面提到已经有过一次大降价，其实最近还有个变相降价，就是满血版智驾在规定时间内提车，直接免费送终身使用权。营销方面，极越已经在年初大刀阔斧地对整个营销和销售团队进行换血，营销重点放在了如何让消费者认识极越，以及如何吸引科技爱好者上。其实，极越开除小米车主员工这事儿，背后就有故意营销的嫌疑。倒不是说事情是假的，只是极越有意在扩大话题。毕竟蹭上小米这样的车圈顶流，不管是黑是红，至少多了数十万甚至数百万人认识到，原来新势力里还有个叫极越的。好奇心强的人可能就马上打开搜索引擎，把极越给翻了个底朝天。比如正在看这个视频的你，是不是因为小米才知道的极越？作为每年下半年的首个国际 A 级车展，成都车展可以说是金九银十汽车销售旺季来临之前的预热，其在汽车市场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众所周知，现在国内新能源势头很猛，反映到本届车展上，确实新能源占绝大部分，很多重磅新车也集中亮相。但令人意外的是，不少传统豪华品牌都默契的没有执着于新能源车，而是推出旗下优秀的燃油新车应战。其中有一位重量级玩家，全新林肯飞行家直接全系标配 3.0T V6 加 10AT， 这在当下的车市着实是一股清流。但不可否认的是，对消费者来说，燃油车在特定领域和场景下依旧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和作用。在很多车企在用小排量凑合用降低成本的时候，林肯飞行家仍在坚持排量即正义，气缸是底气。有车企愿意更新燃油车，特别是大排量燃油车，非常值得肯定。所以这期品牌故事，咱们聊聊林肯，这个拥有100年积淀的汽车品牌，也是目前国内最钟情于大马力魅力的车企之一。人们总是会更坚持于自己所擅长的东西，林肯大抵也是如此。说个冷知识，全球几百家车企中，做飞机引擎起家的只有3个，他们分别是欧洲的劳斯莱斯、宝马，以及本期的主角来自美国的林肯。时间回到1917年，汽车精英亨利·利兰，他拿到了价值1000万美元的政府订单，新办了自己的公司，以对林肯总统的敬仰为由，将公司命名为了林肯。而第一笔订单就是生产飞机引擎。1918年，美国一共生产了超过16000台 Liberty 发动机，而林肯交付了6500台，并且全部是输出400马力的 V12 版本。可以说，飞行是这个世界为什么会有林肯品牌的根本原因。飞行基因也深深刻在了后来几乎每一台林肯汽车身上。1920年，一战结束后，林肯公司停止了飞机引擎的生产，转而发力豪华汽车领域。林肯在汽车上的成名首作是发布于1936年的 Zephyr， 中文可以翻译为微风。车如其名， Zephyr 外观设计就像风一样飘逸灵动，非常的大胆超前。因为它是世界首款模仿飞行器采用空气动力学设计的汽车，开创了低风阻流线型车身设计的先河，在全球汽车工业领域具有革命性地位。1938年 Zephyr 基础上设计的另一款重磅车型 Zephyr Continental 诞生，也就是后来著名的林肯大陆。简洁而充满未来感的车身风格被视为美国汽车工业中不朽的设计。20世纪美国著名的建筑师弗兰克·劳埃德·赖特也称其为世界上最美丽的汽车。几十年间 Continental 经历了多次迭代，经典的莫过于1955年量产的 Continental Mark II， 它为汽车的外形设计带来了一个全新的视角，拥有较低且纤长的车侧线条，为当时的豪华轿车设定了全新的标杆。
更成为了全球各地设计师们的灵感之源。哪怕是现在，一眼看去，你还能从它身上找到很多车型设计的影子。当然，如此在设计上别具一格的林肯也受到了很多名人的青睐。从1939年开始，林肯几十年来一直是美国总统和其他知名人士的首选豪华轿车品牌。据不完全统计，柯立芝、罗斯福、杜鲁门、艾森豪威尔、肯尼迪、约翰逊等总统都曾选用林肯作为专属座驾。总之，飞行基因的加持让林肯成为汽车历史上不可替代的存在。目光拉回到现在，汽车市场早已百花齐放，明星车型数不胜数。细化到林肯身上，哪款车型更能代表林肯呢？或者说，如果你现在想买一台林肯，哪一款才能具有林肯的灵魂？有人会说大陆，林肯的传世经典之作，但很可惜国内暂时买不到。有人会说最大气最宏伟的大佬座驾林肯领航员，它不乏美式大车那种气派，在各种豪华元素的加持下也显得分外高贵，让人联想到拉斯维加斯的那种纸醉金迷。而我觉得从名字就承袭了林肯初心飞行梦的林肯飞行家，几乎全方面继承了林肯该有的基因。别忘了前面说过，飞行是这个世界为什么会有林肯品牌的根本原因。对于这样一个品牌，你总要期待它的产品线中至少得有一款叫飞行家。更何况飞行家还有个霸气的别称，叫做陆上专机。它的外观设计很优雅，和当年的 Zephyr 一样，灵感来源于飞行器，通过简洁而流畅的线条来表达飞行家独有的飞行姿态，极具优雅与力量感，以确保在每一个角落都能展现出飞行家独有的气质。哪怕轮毂样式都取自于飞机发动机涡轮的设计，整体看上去就和它的名字一样，仿佛车子在静止时也有一种随时起飞的动感。5080乘以2022乘以1759毫米的车身尺寸，3025毫米的轴距，以及整个车身采用了短前悬、长后悬的设计手法，视觉中心有所后移。这种迎风向前的自信姿态，就是大气之道的最好诠释。值得一提的是，全新飞行家还配备迎宾感应系统，靠近车辆时，空气悬架按照从车尾到车头的顺序下降35毫米，同时点亮大灯、迎宾灯、迎宾毯，配合降低姿态的车身，就像中国古代的扶手礼，带来尽显身份尊崇的上下车迎宾送别体验。启动后，车身升起50毫米，从容启程。试想一下，开着这辆车驶入商务巅峰会议的举办酒店或会展中心，一路上气场全开，分分钟就能成为全场的焦点。从容抵达后，车主从下降的迎宾系统上下来，真的豪华与优雅并存。至于陆上专机的另一种具象化，则是乘坐。林肯打娘胎里出来就专注于高端领域，毕竟拿总统先生的名字做品牌之名，档次可不能低。于是美式豪华典型的大沙发装修风格成为标志，甚至在19世纪50、60年代，林肯车型就率先配备了座椅电动调节、中央对开门，随后又开创了全尺寸豪华 SUV 的细分市场。所以这次全新林肯飞行家的惬意体验从坐开始，挑不出一点毛病。先看后排，得益于超5米的车身和3米出头的轴距，后排有充足的空间布局座椅形式。你可以选 2+2+2 6座有通道、2+2+2 6座带中央扶手，以及选 2+3+2 7座无通道，总计3种布局。并且第二排标配一块 5.8 英寸触控屏，让第二排乘客也可以轻松调节空调、音频、座椅加热和座椅通风等设置。个人更喜欢 2+2+2 6座有通道版本，因为它的第二排座椅具有独立的空间，让乘客有更高的自由度，功能上也提供大角度的椅背后仰，支持单独的前后调节，更像是 MPV 的感受，宜商又宜家。如果商用更多的话，则建议选6座带中央扶手箱的版本，你将体验到独立机长座的舒适体验，也能为你和客人保持更舒适的社交距离。至于前排座椅，配备同级最多的30项电动调节功能，5种按摩模式，3级强度，通风加热记忆一应俱全，打造量体裁衣般的舒适。对了，必须强调的是，宽大舒适的座椅是美式豪华的特征之一。飞行家全系座椅均采用半苯胺真皮及细粒面高级皮质，由 Trevino 出品，等级最高的北美洲公牛头层皮，坐感细腻，在抗污耐磨的同时，也不含对人体有害的物质，安心愉悦，惬意舒适。在隔音设计和静谧空间打造方面，不得不承认林肯飞行家是天花板级别的，
它采用了100万级豪车才有的引擎舱双层隔音墙设计，阻止发动机噪音传入车内。同时，全系标配 ANC 主动降噪系统和声学降噪玻璃，32个声学包覆盖全车超过90%的面积，就像给车带了32伏降噪耳塞，有一种繁华之处寻一抹静谧的从容感。用头等舱3个字来形容，丝毫不过分吧？一台车除了坐的舒服，更要开的舒服。为了满足驾驶者自信驾驭、从容驰骋的心境，林肯为飞行家准备了一套同级别最强的动力系统。3.0T V6 双涡轮增压发动机，最大功率270千瓦，最大扭矩575牛米，配备10AT 变速箱。看到这儿，肯定有电车派不理解，但引擎派一定燃起兴奋。记住，这台车叫飞行家，是贴地飞行的陆上专机，要的是千里奔袭，优雅从容。而充足的动力储备才是优雅从容的底气，特别是那种高速再加速、源源不绝、极其充足的动力。电动机的纯快在 3.0T V6 双涡轮的绝对实力面前显得苍白单薄。另外，全新飞行家采用了纵置后驱平台，前后比重50:50，拥有适时4驱系统，提供了5种驾驶模式，并全系标配了双腔空悬和 CCD 自适应悬挂。沉稳的底盘更带来贴地飞行的稳定性，高速时开得更稳，越野时通过性更好，颠簸时乘坐舒适性更好，叠加优秀的 NVH 表现，这就是优雅平稳的陆上专机。进入车内，率先映入眼帘的就是那块醒目的27英寸 4K 高清全景屏，如地平线一般贯穿整个仪表盘。内置了高通骁龙 8155P 芯片，具备 5G 网络连接，并且主副驾可以分屏显示，可同时进行车辆控制和娱乐功能。前风挡显示面积达17寸的 HUD 抬头显示，让驾驶者能像飞行员一样，在注视前方时也能接收关心信息，稳定飞行。最特别的是，飞行家在智驾方面的全面超乎想象。它采用潜艇界高强度钢，用料拉满，全系标配 Copilot 360系统，集成20多项主被动安全功能。具体到智驾上，搭载的 Blue Cruise 的系统主要基于 L2+ 级的驾驶辅助功能开发，能应对一般拥堵、长距离巡航，抑制车道偏离。实际的体验过程中，驾驶调性更像一个稳健靠谱的老司机去靠拢，保证足够的安全跟车距离。对于插队变道等，也能采取循序渐进的刹车力度，并不会太过于激进。在传统豪华品牌当中，实属头部梯队水准。最后，对于这台全新林肯飞行家，我觉得它是一台很有想法、内核笃定的车。在眼花缭乱的新能源时代，他明白自己作为100年豪华品牌，哪些东西必须坚持，哪些又必须改变，这是个取舍的难题。好在飞行家做了正确的选择，没有盲目跟风，保留了美式豪华不可缺少的大排量发动机、稳重的底盘、舒适宽大的座椅。而面对用户不断更新的科技感配置需求，又很好的在内饰和智能上找回平衡，优雅于表，从容于心，自在于车内。总之，无论你是追求大马力的快意，或钟情传统豪华有机电的质感和情怀，又或者偏爱与时俱进的智能氛围，在这台陆上专机上都能找到选择的理由。欢迎登机，人生飞行家们！众所周知，现在的中国车市是新能源的时代，渗透率已经超过50%，各种品牌和车型百花齐放。特别是在豪华高端市场，更加智能化、人性化、细致化的国产新能源已经牢牢占据高地，大家对 BBA 的信仰正在集中崩塌。在这样的背景下，国产品牌应该用怎样的新豪华汽车影响世界？最近，央视的一则名叫《中国新动力》的纪录片给出了答案。在纪录片里，向我们展示了一台拥有高颜值、高科技、高价值的国产新能源车诞生需要经历哪些步骤。以新车型阿维塔07为例，我们生动地看到了研发人员为了一个颜色的反光细节诸多调试，为了消费者摸得到的内饰质感，诸如对细节的高度重视、数字工厂的高自动化率、供应链的共同成长等，这方方面面都向我们诠释了什么叫做新豪华。那么，央视为什么会在茫茫车海中选择了阿维塔作为主角？新豪华又该如何理解？阿维塔的出生就注定了它的与众不同。国产新能源行业有2个绕不开的重磅行业大佬，其一是大名鼎鼎的宁德时代，动力电池中的技术王者，中国电动化大潮的幕后 boss 之一，江湖人称宁王。
无数车企都以搭载宁德时代的电池为荣，是那种一定会在宣传物料上重点介绍的供应商。可这么一个别家车企梦寐以求的合作伙伴，对于阿维塔来说则轻易获得，因为宁德时代就是阿维塔的股东之一。当年组建阿维塔的时候，宁德时代董事长曾毓群就公开表示，会把最好最先进的电池给到阿维塔，这在几款阿维塔的新车中都有很好的体现。以阿维塔07增程4驱为例，采用了宁德时代专供的神行电池，低电量状态下也能保持较高的峰值放电倍率，100公里加速、满电、馈电都是5秒级。电池之外，豪华新能源的根基离不开智能化。论智能水平，行业共识，华为遥遥领先。作为阿维塔背后的靠山之一，华为也一直将最新的智驾技术授予阿维塔率先搭载。比如今年4月，华为推出的乾坤 ADS 3.0 智驾系统，这可是华为在智能驾驶领域的王牌技术，而阿维塔再次成为第一个吃螃蟹的车企。值得一提的是，前段时间阿维塔还出资115亿元投资了华为负责智能汽车业务的子公司影旺，占股10%，成为华为车 BU 独立后的第一个外部股东。阿维塔和华为之间从以往的合作方摇身一变成了一家人，以后再论含华量，阿维塔说第一，没人敢质疑了吧。另外，作为长安汽车旗下品牌，那就不得不提阿维塔在整车设计和制造上的能力了。在央视《中国新动力》的纪录片里有这么几个细节，开篇提到了阿维塔的车身颜色相对来说是绚烂多彩的，在光的折射中创造丰富的变化。其中阿维塔07有个星紫配色，在匹配上有很大的难度，暗处优雅沉静，光线亮出璀璨闪耀，这样的车漆颜色团队开发了4个月时间才达到想要的效果。紧接着又重点描述了长安渝北数制工厂的生产过程。官方的表述中，长安数制工厂是全亚洲最大的黑灯工厂，同华为和联通一起构建了统一的数字底座，并且采用了 5G 加 WiFi 6通信技术、物联网、边缘计算、北斗区域空间定位等先进技术，实现了工厂的数字孪生，真正做到了视觉化、可见即可得，所有生产节奏可以直观看到，立马动态处理。在焊接车间，自动化程度达到 95% 以上，一条生产线具备8种不同车型以上的生产能力，而且不同车型的切换可以在6秒钟内完成。在电池车间100%自动化，集结了装配、涂胶、焊接及测试等4大核心工艺环节于一体，1分钟之内处理200个电芯，组装电池包看起来就像搭积木一样简单。在总装车间，则是 5G 加数字化的集中体现，通过 5G 加 WiFi 6技术，机器人可以完全自动化的对天窗、座椅、轮胎等各种硬件进行安装和调试，总装生产线1分钟就可以下线一台车。而在质检车间，检验一台汽车的方法会变得更聪明，不再需要人工敲敲打打，机械臂就会不停地自动练习开关车窗、开关车门等，高效找出问题。总之，在数制工厂里，你鲜少能看见人，取而代之的是繁忙的机械臂、5G 物流车以及无处不在的摄像头。这不仅让阿维塔有了更强的产品竞争力，也能快速上马诸多新车型，做到上市即交付。以上就是宁王电池加华为智控加长安制造平台下诞生的阿维塔，这是多少汽车品牌孜孜以求的3厨狂喜，几乎代表了国产新能源的最高水准，难怪能够受到央视的青睐。新时代需要新豪华，标准由强者定义。拥有出色背景的阿维塔，正是为引领中国汽车进入智能豪华新境界而生。那么，在阿维塔眼中，新豪华应该具备哪些条件呢？在央视纪录片里，阿维塔 CMF 设计高级经理关莹提到，阿维塔所有的产品开发是以消费者用户体验为导向的。首先要漂亮，给人带来愉悦感；再就是高科技，它要聪明的，能够给你足够安全感；最终带来一个高价值的体验，给你的生活带来便捷。其实这就是阿维塔对新豪华的定义，即高颜值、高科技、高价值。我们一个个来看。颜值方面，如果你看过阿维塔实车，第一印象应该是外观很有个性，和主流新能源有很大区别，有种外新科技的感觉。这种设计理念叫做原创未来美学。继续以阿维塔07为例，车头远近光灯呈竖向布局，配合双 C 型 LED 日间行车灯和可发光车标，非常醒目，仿佛在向世界宣告它的独特存在。侧面轴长比 0.61， 无限接近公认的 0.618 黄金分割线，加上21英寸大轮圈，将优雅和力量感做到了兼顾。尾部延续品牌个性张扬的设计，搭配细长的全 LED 新轨式流光尾灯，更加简洁干练。走进车内，内饰可以说是相当豪华了。35.4英寸 4K 全景远端屏，
15.6英寸华为 2K 智慧中控屏和双6.7英寸高清厚实屏，4个屏幕围着你，感觉像是坐进了飞船指挥中心。为了提升乘坐质感，阿维塔搭配双零重力座椅，还搭载了同级独有的带25扬声器的英国之宝音箱。主副驾一起用双零重力座椅，躺着听着音乐，肯定很爽。再看高科技方面，阿维塔07几乎算是到顶了。作为华为深度赋能的产品，软件层面，阿维塔07搭载了基于 Harmony OS 4.0 开发的鸿蒙智能座舱，实现了人与车辆座舱的智能互动。智驾层面，采用华为乾坤 ADS 3.0 系统，并搭载了192线激光雷达，能实现端到端、车位到车位的智能辅助驾驶，是真正的全国都能开，无图也能开，越开越好开，简直就是有了老司机的大脑。至于阿维塔所谓的高价值，我是这样理解的：当你工作劳累了一天，下班时走进你的阿维塔，哈喽屏主动打出 Hello， 欢迎你的到来。充满未来感的设计，不浮夸但高端，让你看见时就心情愉悦。坐进车内，宽大舒适的座椅，你喜欢的音乐通过英国之宝音响适时响起，一扫工作的疲惫。启动车辆，开启智驾，车辆像老司机一样自动载你安全抵达目的地，并自动泊入车位。而这一切你只需要动动手指头即可，这样能够为生活带来便利，又能够对品质有着高标准的体验，就是高价值。总之，阿维塔的种种设计和配置都以给用户带来更便捷舒适的出行体验为宗旨，都令用户在观感、体感等方面拥有媲美100万级行政豪车的享受。换句话说，与过去国外豪华品牌不同，阿维塔正以科技、智能等重塑新豪华。最后总结一下，国产新能源品牌虽然很多，但我认为阿维塔也是独一档的存在。不仅把汽车行业不同领域的顶流们聚在一起进行合作，还能让他们发挥各自的优势，将各方的技术与市场、梦想与现实完美融合，不断扩大发展朋友圈，携手助力全球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具体到每台车上，又凭借创新的前瞻设计，领先行业的智能科技，越级的豪华舒适性，打造成新豪华标杆。这样看来，阿维塔在战略、产品、技术层面的举措，给人的感觉就4个字：大有可为。当然，以阿维塔为代表的国产高端豪华新能源品牌，也是中国汽车制造业从模仿者蜕变为创新者的见证，是用每一份辛勤付出换来的行业自信，是对全球市场发出的强有力宣言：中国制造已非昔日可比。他们的每一步成长，都是对中国汽车产业未来充满信心的最佳例证。都说这年头车企老板不好当，新势力尤其如此。这不，新年刚到，哪吒汽车 CEO 张勇就跑到微博，又是道歉又是反思的给大家伙来了个真诚的检讨。到底是多拉胯的表现才会引得 CEO 拉下脸亲自下场解释呢？2023年，哪吒累计交付127496辆，同比下滑16.16%。这一数字与他们先前所定下的25万辆年销目标足足少了1半之多。要知道，在去年的这个时候，他们还是大家心中最有希望超越魏小李品牌。他们不仅在销量上摘得新势力榜冠军，其出海战略更是搞得风生水起，大有哪吒闹海的意思。可这才1年过去，他们就面临着销量缩水、负债扩大、口碑下滑的危机，实在令人不解。那么，哪吒表现大起大落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本期节目，品牌哥就来聊聊哪吒汽车的故事。要聊哪吒，咱得先讲张勇。1998年大学毕业后，他先是做了2年汽车研发，后又在北汽福田从基层干到了商务车总经理的位置。2010年，张勇跳槽去了奇瑞新能源，负责产品营销。在此期间，他与项目负责人方运舟结下了深厚友谊。张勇和方运舟既是清华校友，又是业务搭档，前者善营销，后者通技术，两人各有长短，合作起来很是愉快。这份默契也为他们今后一起创业奠定了基础。2014年，方运舟辞职单干，创办了合众新能源，而张勇则重返北汽，执掌起了北汽新能源的营销业务。在他的带领下，北汽新能源以10.3万辆的销售成绩，成为了国内首家纯电车型销量破10万的新能源车企。张勇也因此而名声大噪。见时机成熟，方运舟也在2018年邀请张勇加入合众，并把品牌营销的工作完全交给了他。当然，这份差事并没有想象中轻松。当时的合众除了一款表现普通的微型电动车产品和一个不到500人的汽车团队，几乎是一无所有。
对此，张勇提出先造概念再造汽车，先搞品牌再做产品，而做品牌就得先有个响亮的名字。合众二字用作企业名称没问题，但做品牌就过于平淡了。于是张勇灵机一动，给新品牌取了个哪吒的名字。一方面，哪吒是家喻户晓的神话名人，用它来做 IP 很容易抓住消费者的眼球，而传统中国文化元素的加入又为其赋予了民族品牌的卖点。另一方面，哪吒桀骜不驯的性格以及大闹东海的故事也传递出张勇和方运舟想要在新能源汽车市场有所作为的野心。尽管有不少人认为哪吒这名字取得太土，不够高级，但这恰好是张勇想要的传播效果。因为他心知肚明，哪吒根本没有实力像特斯拉一样去赚有钱人的钞票。张勇认为，一个新公司要想存活，就得先吃饱，再考虑其他问题，有了钱再搞高端化也来得及。至于魏小李那种主动拉高品牌调性、走高端路线的做法，在他看来不过是打肿脸充胖子而已。于是张勇决定，哪吒要从低端市场做起，而这也是他所擅长的。早在奇瑞和北汽工作期间，他就琢磨出了一套土狼战术，大白话就是薄利多销。2018年，哪吒首款电动车产品哪吒 N01横空出世，起售价只要 5.98 万。其实这款车的目标客户并不是个人，毕竟那个时候没人敢冒险会去买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杂牌电动车。但哪吒 N01的低价和不算粗糙的做工，使其迅速成为了网约车市场的宠儿。据说当时产品还没下线，就被好几家网约车公司给预定了2万辆。于是凭借着响亮的 IP 和务实的策略，哪吒在 B 端迅速崛起。2018年，哪吒交付新车4803辆，2019年涨到了11212辆。而同一时间 ，C 端市场上的新势力车企却集体遭遇至暗时刻，失控、断轴、起火，各种有关新能源汽车的黑化标签频上热搜。一方面受限于技术水平，当时的新能源产品质量确实不太稳定；另一方面，充电配套设施的短缺也使得纯电汽车的使用体验非常一般。而相较于网约车司机，家庭用户又对使用体验更加挑剔。毕竟汽车是价格仅次于房子的大件消费品，谁都希望花大价钱买来的车足够好用，但以当时电动车制造水平来说，确实很难实现。一有不爽，大家就喜欢在网上发牢骚，所以新能源汽车的口碑不佳也有这层因素。因此，在产品尚未打磨成熟前，哪吒没有盲目跟风进入 C 端市场，是一个非常明智的决定。直到2020年下旬，哪吒才针对家庭用户推出了哪吒 V 和哪吒 U 2款车，前者专注10万元以下的低端市场，后者则定位在20万以内。不得不说，这一定价策略非常有效。要知道，那时的纯电产品两极分化比较严重，厂家要么节约成本，用油改电的小微车型去争10万元以下的低端市场，要么疯狂砸钱研发，去卷20万元以上的产品。反而在10万至20万这一传统意义上的甜点区，看不到太多有竞争力的产品，而哪吒抓的正是这一机会。以哪吒 U 这款紧凑型纯电 SUV 来说，其2020款的官方指导价只要 13.98 万，与当时定位类似的小鹏 G3 入门版相比，不仅价格便宜了4000元，还多了倒车影像，甚至后悬架还用多连杆。至于新能源车主最关心的电池保修，哪吒也给首任车主提供了有条件的终身维保，这在当时乃至现在都是很有诚意的。当然，在一些不起眼的地方，哪吒汽车缩水的地方也不少。比如和小鹏 G3 相比，哪吒减配了电动后备箱、主副驾驶位电动调节等功能。总结起来，哪吒的策略就是要把有限的成本用在消费者感知最强烈的地方。至于新势力车企常挂嘴边的智能化配置，在张勇看来不过是些花拳绣腿，新技术再怎么发展，消费者关注的始终是些老生常谈的东西。说到底，在如何做车这件事的认知上，传统车企摸爬滚打出来的张勇和李斌、何小鹏、理想这种从科技互联网行业转头过来的 CEO 有着很大差异，而这也为后来哪吒的大起大落埋下伏笔。2020年，哪吒销量达到15091辆，与同期的魏小李水平相当。2021年，哪吒又踩着首轮疫情结束后的新能源热潮，狂卖69674辆新车。如此抢眼的表现，自然也引来了众多投资者的目光。2021年，360给哪吒投了29亿，成为了公司的第2大股东。而周鸿祎进驻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给张勇提意见，让他把营销口号给改一改。
虽说这哪吒主打低端是人尽皆知的事，但这样宣传总归是有点 low。如果能从消费者出发，换个角度把品牌格局给拔一拔，那就再好不过了。于是他们想出了为人民造车的新口号，这下总算出师有名了。正当大家都以为有钱有声势的哪吒会紧跟魏小李的步伐，加大在智能座舱、自动驾驶等领域的研发时，他们却一拍脑袋把钱投到海外市场。对此，哪吒高层的想法也很简单。那时国内新能源市场豪强林立，前有特斯拉和魏小李，后有正在转型的大众、丰田。与其和他们死磕，不如避其锋芒，把车卖到进口政策相对友好的东盟国家。而哪吒主打低端产品的策略与当地人看重性价比的消费观念十分契合，说不定当年在国内走通的路还能去国外再走一次呢。于是他们远赴南洋，把车卖到了泰国，而国内则继续靠着哪吒 V 和哪吒 U 两款车的升级车型维持市场。2022年，哪吒汽车销量达到152073辆，不仅夺得了当年的新势力销量冠军，还成为了国内首家销量破15万的新势力车企。哪吒大闹车市的段子刷爆车圈。而随着2022年年底国内疫情政策的放开，大家都很看好哪吒的未来。但令人大跌眼镜的是，去年的哪吒不仅没有继续领跑，反而深陷销量和口碑的双重低谷。那么究竟是何原因让他们如此大起大落呢？前面咱们讲了，这张勇给哪吒的定性就是做廉价车，抢低端市场，但车卖的便宜也意味着利润很低。据凤凰网爆料，2022年哪吒汽车的单车毛利率仅为 5%， 而同期魏小李的毛利率分别为 19.4%、13.7% 和 9.4%。因此即便哪吒拿下销冠，但总利润却不见得比魏小李高。2022年哪吒的净亏损高达 69.19 亿，如果算上前2年的负债，仅2020至2022年哪吒就亏损了足足 111.48 亿。当然，对于新势力车企来说，亏钱并不是什么稀罕事儿，蔚来也亏，小鹏也亏。但问题在于，人家的钱是用到了实处，比如产品的电池续航、智能化配置以及快速充电等方面，而哪吒的钱却用在了看似高级实则无用的地方。就拿声势浩大的出海战略为例，2022年哪吒在海外只卖了3000多辆新车，而折腾到去年，他们的海外销量也不过2万出头。即便是他们投资最大的泰国市场，哪吒也做不到领先位置。2023年他们在泰国只卖了12777辆新车，而比亚迪纯电车型在当地的销量则达到了30650辆。说到底，拓展海外市场应该以国内已经站稳为前提，其本质是锦上添花，而不是救命稻草。即便哪吒可以靠着便宜的卖点抢先登陆，但没有扎实的基础，他们也难以为继。更离谱的是，这东南亚市场还没捂热，他们又宣布要去欧洲发展。先不说当地早有比亚迪、魏小李、特斯拉这种强敌，单论哪吒汽车偏土味的产品调性，就很难说能否满足欧洲消费者挑剔的口味。本该集中火力发展国内市场的他们，却把数十亿的资金浪费到了国外，实在令人费解。当然，盲目高端化也是哪吒陷入困境的一大原因。为了获得更多利润，他们强行拉高品牌调性，推出所谓的高端产品。可无论是哪吒 S， 还是那个自称200万内最好跑车的哪吒 GT， 都未能在市场上获得太好的口碑。倒不是说这2款车有多差，只是产品调性与哪吒此前给人留下的那种平价亲民印象有着很大冲突。毕竟这人民车的衣服不是想脱就能脱的，品牌长期建立起来的形象难以被轻易改变。更何况现在已不是那个车企无畏、用户无知的年代了，类似20万买跑车的这种宣传，只有傻子才信。与其砸钱搞这种噱头，不如老老实实投到20万以内的家用产品上。因为真需要跑车的人不会考虑哪吒，而考虑哪吒的人也不需要跑车。说到底，张勇执掌下的哪吒定位模糊，手段老套，其风格一点不像新势力，反倒有点老牌国产开荒时的那种粗暴味儿。真想做高端，得找准定位，遵循市场规律，慢慢来才行。遗憾的是，去年车市突如其来的降价潮没有给哪吒一点喘息的机会，对手不断降价，使得他们的低端产品线备受冲击。为了自保，他们只有跟着降价，而这不仅引起了一波老车主的不满，还进一步压缩了利润，加剧了负债。没钱，自然没办法开发高端新品，哪吒只好重新穿上了人民车的马甲，推出哪吒阿雅和哪吒 X 这类低端产品来续命。
可以说哪吒烧了几十亿，绕了一大圈，最后又回到了原点。所以视频开头张勇发文道歉那事儿没有一点炒作的水分，甚至当前哪吒的形势远比他说的严峻。至于今年哪吒能不能如张勇所愿，通过一系列改革调整重回正轨，我想以目前市场的竞争烈度来看，还真不好说。主打人民需要什么就造什么的50，继宏光 mini EV 之后，又发现人民需要一辆好开、大气、省心、高性价比的 A 级新能源轿车，于是它来了。没错，就在10月16号晚，50开了一场秀肌肉的发布会。会上浓墨重彩地介绍了他们自主研发的50灵犀混动和神炼电池2大核心技术，同时基于这2项技术全新打造的50首款超 A 级家轿50星光正式亮相。看这颜值，这犀利的前脸，这溜背的车身，谁能想到这竟然是一台50？至于价格嘛，还没有公布，但50出品大概率不会让大家失望的。那么在面包车和微型新能源领域独占鳌头的50，为啥毫无征兆地整出了一台新能源轿车？这台新车又有哪些亮点？接下来品牌哥为大家好好梳理。50在汽车界一直以国民神车的形象示人，早在2010年就凭借创下400万销量奇迹的50之光登上了福布斯杂志的封面，被评为地球上最重要的一款车。再后来，随着微面和 MPV 的结合产品50宏光系列诞生，彻底让50品牌成为了中国神车的代表。除了走进祖国大江南北的家庭，还跑上了秋名山，跑进了游戏，活跃在各大短视频平台，至今仍是网络段子手们取之不尽的玩梗素材。毫不夸张地说，在这个世界上可以没有奔驰，但绝不能没有50。然而只在面包车行业死磕，发展潜力有限，很难成为一家主流车企。过去10多年来，50通过多种方式尝试过在乘用车领域发展，有过辉煌的时刻。直到2020年，乘着新能源这股东风，50迎来了迈向乘用车领域真正意义上的转折点。一款2.88万起售的50宏光 mini EV 横空出世，立马成为微型电动车的标杆。我们拿去年的数据为证，宏光 mini EV 以全年55.4万台的销量，一举夺得国内 A00 级市场销量第一、纯电动销量第一、乘用车总销量第一等多个第一的成绩。进入到2023年后，50乘胜追击，亮相了定位稍高也更精致的车型50宾果，上市仅6个月，累计销量12.6万台，成为了 A0 级市场新标杆。截至今年9月，50新能源用户已突破160万，长期处于中国新能源品牌销量前3。然而高光之下亦有隐忧，50带动的微型电动车风潮引来了同行的疯狂模仿，一批批同质化严重的产品面向市场。在可预见的未来，50的销量必然会受到影响。另一方面，在50和友商的努力下，微型电动车市场已经接近饱和，丰富新能源产品线是50的当务之急。熟悉50的应该都知道，50品牌目前主要由轻型商用车、面包车和皮卡、新能源微车、MPV 以及定位稍高的银标 SUV 和 MPV 组成，唯独轿车产品非常缺乏。其实有个冷知识需要告诉大家，别看 SUV 在近10年在国内非常火爆，其实反映到销量上，轿车还是占据优势的。以2022年国内新车交强险数据为例，轿车全年销售1038万台，占比 50.4%。如果50想要丰富产品线，合适且必须的目标也只能是轿车。那么应该推出一台怎样的轿车才能保证不会出错呢？首先看动力系统，在当下这台轿车毫无疑问必须是新能源，最起码也要是混动。其次看级别，结合今年全国汽车市场和新能源产品的渗透率， A 级车仍然是老百姓最钟爱的选择。但同时大家选车的时候要求还比较高，希望这台 A 级车空间能更大，如果是混动的话，油耗能更低点。这样的话矛盾点就来了，想要车大还要油耗低，着实有些难办。但是别忘了，50的理念是人民需要什么50就造什么。于是今天的主角搭载50灵犀混动技术的50星光就诞生了。50灵犀混动和50之前的油混技术不同，而是由混动专用发动机、电磁式 DHT、驱动电机和神炼电池等硬件组成，真正做到对每一滴油、每一度电负责，让50星光 WLTC 标准综合油耗低至3字头，仅为 3.98 升每100千米， NEDC 标准油耗仅为 3.7 升每100千米。之所以能取得这样的成绩，我们先来看这台50最新推出的 1.5 升混动专用发动机。
众所周知，在纯内燃机时代，40%的热效率都是难以突破的目标。但在新能源时代，发动机大多数情况下并不直接驱动，而是起到辅助作用，热效率可以显著提高。这台50混动专用发动机采用阿特金森循环、低摩擦系统设计、热管理优化、低压冷却 EGR 等技术，不仅实现了同级别发动机量产最高 43.2% 的热效率，而且还使得 92% 的工作时间运行在高效区间。哦，对了，50是标配高压油箱的，保证不会偷偷启动消耗你的汽油。高效的发动机保证了从油转变到电的效率。然而，这只是成功的第一步。想要整体更加节能，还要让电能转变为驱动车轮的动力机械能过程同样高效。50灵犀混动搭配的电机，晦涩的专业术语和一些复杂的构造原理，咱就不啰嗦了，直接说结果。电机最高效率达到 96.8%， 并且通过技术标定，系统效率 85% 以上的区间占比大于 85%， 让咱们在市区堵车、长途高速时，电机始终保持最高效率。其次，在最新一代 RGBT 高功率芯片和 Oriol Pack 双面散热塑封技术的加持下，电控系统不仅缩减体积2/3，还令电机控制器最高效率达到 98.8%。知道 98.8% 意味着什么吗？目前市面上主流永磁同步电机效率都在 90% 以上，但能做到 98.8% 的寥寥无几。其次，我们再来看看混动系统的另一痛点。开过混动车的小伙伴应该明白，虽然大多数情况下是电驱，但发动机总归还是要介入的。有的系统做不到位，在模式切换时会感到顿挫。50对此抛弃了市面上常用的多档位 DHT， 而是首创电磁式 DHT 无液压系统。举个例子，咱们的福建舰航母采用的就是电磁弹射技术，相比传统的蒸汽式弹射的航母，可以大幅提高弹射效率。电磁式 DHT 使用的电磁离合器，同样比传统液压离合器能量损失更小。再通过软件标定，就可以在发动机介入和电驱共同驱动时，转速与轮端同步，在 0.1 秒实现精准、快速、平顺无感的模式切换。值得一提的是，50灵犀混动还有一套智能软件标定，无论什么路况、什么气候、什么海拔，都能自适应调节，尽量多用电，少用油。甚至真的要用油，发动机在什么时机启动，喷多少油，都给你计算得明明白白，尽量给老百姓省下每一分钱。看到这里，肯定有人要质疑了，你50用了这么多新技术，不怕没调教好翻车吗？大可放心，50灵犀混动系统的核心大件都经历了更全面、更严格的台架、道路和3高测试。仅仅是电磁式 DHT 就安排了100万次的结合验证和4年台架验证，以及冬季、夏季高原山路的耐久测试、冲击过坎等30余项极限挑战，累计里程超100万公里。总之，50灵犀混动在动力方面的主打优点就是真正做到了效率、平顺、可靠的相结合。OK， 目光转向下个话题。作为一台新能源车，电池肯定是重中之重，尤其是安全问题，毕竟自燃的噩梦谁都不想遇到。搭载在这套系统中的电池是50全站自研的神炼电池，是不是听这名字就像是经过千锤百炼才造出的电池？为了防止自燃，神炼电池的极耳从传统的 U 型改成了 L 型。这里科普下，动力电池中有极耳和极片2个小组件，极片是电池正负极之一，极耳是连接极片和电池组件的金属片或带子。但常规的 U 型极耳，如果在车子使用过久或车辆经常遇到极端路况的话，容易导致极耳下沉与极片接触，从而引发内短路。50设计的 L 型极耳就能规避这种情况的发生，更大可能降低自燃风险。同时，为了防止热失控，神炼电池采用了优化升级的纳米磷酸铁锂材料，配备低热导陶瓷层涂覆，抑制正负极之间的隔膜收缩熔融，进一步降低短路风险。此外，如果车辆行驶路况不佳，底盘的电池组被磕到或撞击，也容易失控自燃。50为此在神炼电池上独创了一个叫做 MUST 多功能一体化结构的技术，相当于给电池组穿上了一套铠甲，使电池的结构强度提升 60%， 维护成本节约 90%， 在实际的用车环境中有效减少电池磕碰和撞击带来的风险。当然咯，文字是苍白的，直接测试才有说服力。50的发布会就给咱们展示了穿刺、挤压、火烤等对电池的残酷实验。事实证明，神炼电池确实顶得住考验。那么，搭载50灵犀混动和神炼电池的50星光还有哪些亮点？还记得前面提到的老百姓更希望买一台低油耗的大车吗？50星光车长4835毫米，轴距2800毫米，已经远超常规 A 级车标准，怎么也算 B 级了。
可50只是把星光定位为超 A 级家轿，这降维打击的意图非常明显。至于省油方面，前面重点介绍的50灵犀混动是关键。其次，得益于溜背设计以及前轮组风板、电池包侧护板等部件的优化设计，多轮风洞造型特征优化，11项风阻优化方案，50星光整体风阻系数达到 0.228 坎德拉的优秀成绩。低风阻车身配合低滚阻轮胎，进一步减少外阻能量消耗，轮胎与地面产生的摩擦力相较普通轮胎降低约 14%。这时估计又有小伙伴要反驳了，溜背车身设计是好，但会牺牲后排的内部空间，并不实用。50当然考虑到了这点，他们的设计师让溜背从 C 柱后端开始，既兼顾了流畅动感的外观颜值，也避免了传统溜背车型压缩内部空间的弊端，更具实用性，真正带来超 A 级的空间享受。其他方面，由于50没在发布会过多介绍新车，咱们就简单看看外观吧。前脸乃至整个车身大体都是新能源轿车的主流设计风格，只不过星光以新意美学为设计理念，前格栅采用展翼式布局设计，搭配50的翅膀 logo， 有种向外铺展双翼的感觉。车头标配自动大灯，采用全 LED 透镜灯源，并使用同级独有的远光辅助、转向辅助功能，照射宽度跨6车道，距离大于170米，并且转弯时脚灯自动点亮，扩大照射宽度接近原来2倍。轮毂方面配备18寸新旋轮毂，6/1000超低滚阻轮胎，胎内8段静音海绵使车内噪音至少降低4英贝，兼具稳定性与舒适性。车尾则采用充满未来感的星黄尾灯，与前日行灯遥相呼应。车身颜色方面，星耀白、星汉紫、星幻绿、星野灰、星木黑、星灰咖6种主流配色可选。值得一提的是，50星光其实是由2种动力组成的，先行上市的是混动版，也就是今天主要介绍的这款，后期还有纯电版。由于不知道具体情况，咱们就不多啰嗦了。最后总结一下，50这次是拿出来了满满的诚意，展现了神车烙印之外资深技术宅的新形象。无论是50灵犀混动还是神链电池，都已经达到甚至超过了市场主流水平，让其在未来的新能源竞争大潮中有了充分的话语权。首款新能源轿车更是让人眼前一亮，不但明确抢占了日系3大妈的份额，也让普通老百姓多了份家用车性价比选择。当然，事成事败还得看怎么定价。如果50能在技术的优势上还能继续秉持自己的性价比路线，那就更好了。相信在人民需要什么50就造什么理念的指导下，未来的50还将会为我们继续创造更多的惊喜与爆款。